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Marvel Legends 最近刚刚现货的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系列里面的 Hulk。这个浩克没有任何的前缀，可以想象呢，如果大家看过预告片的话，这一次呢 Bruce Banner 博士仿佛他的手上的这个变身抑制器或者说伽马能力抑制器出现了问题，他整个人重新变成了野蛮浩克的这个形态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壮硕魁梧，肚子方面的这个腹肌甚至有一丝这种职业健美选手的奥赛度的感觉啊，然后两个头雕呢也是非常生动，包括它其他的配件呢，也包含了很多小蜘蛛在这部电影里面对它使用的各种蛛网特效捆绑 play。那我这边先看一看整个外包装盒的造型啊，这边是班纳博士在电影里面的这个感觉啊，我就觉得这种低饱和度的配色呢，确实是非常适合 MCU 的宇宙的这个配色。然后再看到这边班纳的这个图片啊，你可以看到这写的 Spider-Man is surprised to see the Hulk again after so much time has passed。我觉得其实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也算是对于这个电影的一点点剧透了。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蜘蛛侠崭新之日浩克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可以说这次的主体部分呢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配件方面也是给的比较合理，双头雕的配置，然后手型方面握拳手型和这种抓握型的龙爪手型，然后再加上两组小蜘蛛的这个喷丝特效件。目前呢蜘蛛侠我还没有入手，那目前到时候入手了之后和大家一起同屏进行这个把玩分享。那回到这次主体部分，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还是老样子啊，在镜头面前360的旋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浩克的整体表现。这一次的浩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他在电影的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班纳博士的能力失控，然后变成了野蛮浩克的状态，而且呢，他的个头是非常大的。实际到拿到了这款玩具的实物之后呢，确实个头是非常的唬人。身高方面来到了差不多23公分的这个样子。如果拿出之前的这个智慧浩克组合人，我们做一下横向对比啊，他的身高方面足比原来的这个浩克要高出了1公分，而且之前的浩克呢，其实也是很魁梧，但是明显看到这两者的身板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新版的浩克呢，体脂会更高一些，整体的这个维度要大上许多。那厚度方面呢，也是完全无法比拟的。大概横向对比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要跟漫画线的这种浩克素体去做横向对比的话，我们这边请出的是浩克2099。那这么怪物的身形啊，跟这次的浩克做横向对比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次电影系的玩具呢，跟这种漫画线的玩具呢也毫不逊色啊。虽然说细节方面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整个维度还有坠手感方面的话呢，两者是在伯仲之间的，个人觉得非常不错。那毕竟手上没有这个可以横向对比的崭新之日的小蜘蛛玩具，但是我手边还有电影线的狼叔、棕狼，我们做一下横向对比。那毕竟呢，在故事线里面啊，我说在漫画的故事线里面，或者说在这种平行宇宙里面，肯定也有金刚狼、棕狼 vs 野蛮浩克的这样一个剧情存在。这个身高比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和谐了。那也是我觉得很多朋友玩 Marvel Legends 喜欢 Marvel Legends 的朋友呢，都会觉得这种身高比例放在一起才是非常对位的吧。那聊了这么多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头雕以及素体部分。首先头雕部分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浩克的头雕啊。首先默认的是这种愤怒脸，这次愤怒脸呢，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呐喊的表情。但是说实话呢，这个整体的面雕和我印象中预告片里面演员的这个表情和神态呢，还是有所差距。但是呢，不失为一个MCU 电影系的好头雕。然后另外一颗头雕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龇牙头。我觉得从神韵方面来说，这颗龇牙头呢表现会更加的细腻一点。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颗龇牙头更好，还是原本的这个呐喊头更胜一筹的？我觉得龇牙头呢，整个表情呢会更像这个演员的建模一些，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然后其他的配件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互动的这个玩法。比如说呢，这个蛛丝特效件呢，我个人觉得呢是就直接这么套上去，然后剩下的这个洞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留给这里。把头雕拔下来，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机智的去采取了这种旋转的根部，虽然是很老的设计啊，但是它保证了这种大块头的抬头低头的幅度。那如果说你可以想象啊，如果说它这个地方用的是之前的那种哑铃关节的话，那在这个感觉上的话，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刚才我试了一下，套不上去啊，所以我还是选择像这样，这样去喷丝套在浩克的头上呢，确实是蛮诙谐幽默的。当然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太过于标准的玩法，随便你怎么去使用啊。你包括像这个地方把它的下巴这样套住，也可以去进行展示，更觉得是比较诙谐的。很可惜啊，我先买了浩克，后面的小蜘蛛到时候有时间啊再去补票。那包括这个呢，在官图里面。比如说是套在浩克的拳头上啊，阻止浩克的这个进攻。那我倒是觉得这种特效件呢，其实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得搭配蜘蛛侠才行。这样看起来呢，就只是浩克稍微有点生气啊，就是蜘蛛侠阻止了他这个往前冲撞的攻势，而已。但是这个头套特效件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诙谐幽默了啊，相信大家能够自己拿到玩具之后，开发出各种诙谐幽默的玩法，也是非常期待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发出自己的这个就是摄影作品。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看大家就是各种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然后秀自己的这个收藏的照片的。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素体设计以及可动表现。首先呢，要说一下这次的这个背心呢，设计方面还是比较用心的。相比起之前漫威80周年里面的这种直接搭在身上的背心，这次电影系的背心呢，其实是设计了一个搭扣的。在一体性还有固定层面上来说，是远胜于之前漫画线的作品的。我这一点觉得是非常不错。包括我刚才其实是简单试了一下，其实是有可能够比较服帖的套在之前80周年的，或者说之前的这个 Toy Biz 20周年纪念版的这种素体上面。但是呢，大家最好还是小心谨慎的去套，因为毕竟肩宽方面两款玩具呢是有所差距的，就是大家不要硬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肩宽以及它身上的这个阴影涂装，我觉得是非常赞的。整个的绿色呢是显得很有层次感。那相比起之前的这个智慧浩克呢，两者的绿色呢，其实保持的颜色色度呢，其实在电影系的玩具里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统一的。野蛮浩克呢稍微要深一点，然后智慧浩克呢颜色稍微浅一点。胸毛的这个涂装呢，一边是采取了这样印刷，另外一个的这次的新版本的。除了胸毛的印刷之外，还有这个渐变的涂装，个人觉得是不错的。在肌肉刻画上面，两者的这个前锯肌的部分，智慧浩克明显体脂更低，更加干燥，然后前锯肌更加的立体。那这边的野蛮浩克呢，就明显体脂高一些，然后肋骨是若隐若现，甚至有一点啤酒肚的感觉。在素体设计上面，手臂采取的是这种单关节，曲肘幅度达到90度，然后这边是类似于组合人的这种大回环，这种大臂关节，然后二头肌的旋转非常的灵活，没有任何问题。手臂呢，其实手腕这个地方外摆内收，我个人这一只应该是有点小中奖啊，这个手腕这个地方插的比较松但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可以自行加固嘛。然后呢，虽然没有蝴蝶关节，但是做出这种飞扑的姿势、泰山压顶的姿势呢，也是不在话下的。顺带看一下它的腰身其实说实话呢，我这款其实在这种大的灯光曝光下，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上下段颜色色差的，不知道是个体的问题呢，还是这批货就是这个样子挺胸幅度呢，从中立位来到后面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幅度，差不多30度。你可以看到呢，这次算是首次在大块头的素体里面采取了这个下半段的球形关节连接。多了一些可动，然后同时呢，整个造型方面也更加服帖，不会有那种断腰旋转的感觉。前倾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左右侧腰幅度呢也还可以啊，就是各30度左右水平。弯腰幅度呢，利用这种侧倾的关节呢，可以达到一个差不多向前15到20度的这个水平，做这种野蛮冲撞，然后准备挥拳开干的这个姿势是不在话下的。下半身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如果是能够做出下拉关节，或者说更加服帖一点就好了。那毕竟是一个软胶裤衩嘛。那前贴幅度呢，利用软胶裤衩的韧性可以勉强到90度，差那么一丢丢，问题不是特别大。大腿根部有旋转，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像浩克这种大块头，可以去做一些小的心思啊，你做成单关节，但是把这个地方膝盖的过渡做的包覆感更强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可以参考这边手臂的这种做法，把这个膝盖的这个幅度稍微减少到差不多刚过90度，但是呢做成单关节，然后有更好的这个膝盖的过渡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呢，这边的膝盖实在是切分的有点有碍观瞻啊，整个的造型一体性会比较的差。然后下半部分的脚部前踢后面，然后包括呢向左右的这个接地性呢都是不错的，整体的可动性呢保持着Mobile Legends 大块头一贯的水准啊，算是中高等的这个可动性的大块头。个人觉得可玩性方面呢也是非常不错，相比起之前的这个智慧浩克有它的这个无限手套去加持啊，这一次的野蛮浩克呢，无论是被撑爆的衣服，然后蛛丝的这个互动特效键，还是它的双头雕的配置，我觉得这款玩具呢都是今年我觉得电影线啊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小型的精品啊，整体来说体验非常不错，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玩具到底表现如何呢？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蜘蛛侠崭新之日系列里面的野蛮浩克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